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Cassia，很高兴又见面了。今天呢是一期天然植物染线专题视频，我会分享10件成品，它们全都是我用天然植物提取出的颜色染成的线，而且都是我们日常常见的原料，整个过程呢在厨房里就能完成。所以如果你对植物染线有兴趣，欢迎和我一起看下去吧。那正式开始之前呢，我想先介绍一下纯天然植物染线的一个基本流程。如果你想直接看成品，可以点下面的时间轴跳转过去。那首先声明一下哈，我这绝对不是什么科学严谨的染线方法，甚至我连明矾都没有用，完全是一个好玩加实验的心态。而且每个植物的特性不一样，那它们的操作方法呢，或多或少也不太一样，所以就当做给大家提供一个大致的思路吧。当然，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，也欢迎和我分享。其实植物染线的流程挺简单的，我总结下来一共就3步，9个字：主染料、泡毛线、顾好色。第一步主染料呢，就是你要把你用的果皮也好，花花草草也好，丢到这个锅里去加水，煮出颜色。但有几点要注意哈。第一呢，是别用铁锅。我记得中学化学课好像学过，铁是相对活泼的金属，它一旦和植物色素发生化学反应，就会变灰或者变绿。所以，除非你故意要用铁媒染的方法去调节颜色，否则尽量不要用铁锅来煮染料，可以用不锈钢锅或者陶瓷的、玻璃的都行。第二呢，是最好用纯净水，因为自来水有一定的酸碱度，还会夹杂一些金属离子，有可能会和色素发生反应，会让颜色产生变化或者上色不均匀。用纯净水的效果肯定会相对更好一点。那第3点就是在煮之前，果皮呢尽量把它剪碎一点，这样可以让色素更好的被煮出来。那在煮之后，一定要先过滤，再把线放进去。如果滤不干净，那些渣渣很容易就粘在那个线上。尤其是像马海毛那种纤维比较长的，真是很灾难，就是怎么洗都洗不干净。那煮染料的时间呢，我个人比较随意哈，一般就是大火煮开之后转小火，再煮个30-40分钟，看那个颜色出来就差不多了。那接下来第2步就是泡毛线，其实也很简单，就是把毛线放进刚刚煮好的这锅染液里。那同样有几点要注意哈，一个就是这个线要打好角。我手头没有白配了，就拿这个买的成品线简单说一下哈。比如这是你买的线胚，那你要这样把它打开。如果是你自己打角，就用散撑直接绕成这样就行。然后这些用来固定的绑线，注意一定要绑得松一点。像这个就稍稍有点紧了，要再松一点。因为我染的时候发现，如果要是这些位置绑得太紧，就很容易染不到。另外，我每次还会再套一个，这叫什么？塑料扎带吧。然后就是下水啊、捞线直接拎它就好。尤其用这种黑色的特别显眼，相当于你留了一个巨大的线头，哪怕2-3角放在一锅里染，也不会缠在一起，很方便。那第2呢，就是如果你像我一样不用明矾，最好在酸性环境下泡一泡这个毛线，可以提升它的上色能力。那在厨房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白醋水或者柠檬水，浓度大概1:10左右就行。把毛线放进去，完全泡透，这样毛线的那个蛋白质纤维就会打开，颜色就能更好的吸收进去了。当然，这个前提是这个线，得是蛋白质纤维的，比如说羊毛啊、马海、羊驼、蚕丝，简单来说就是小动物身上产生的线，基本用这种方法都 OK。那这个毛线在这个酸性水里泡个大概半小时、1小时就可以捞出来。
挤干水分，不用再洗，直接就可以进染料了。那第3步呢，就是把染料锅里的毛线小火加热，因为色素的情况不同，温度的要求也不一样，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前查好。那一般来说呢，在60到80度左右比较合适，因为如果温度太低的话，它不太容易上色；如果温度太高，这个色素有可能会分解，或者这个毛线可能会缩水啊、粘化之类的。像我基本上就是用最小的火去温着它，然后不时的翻动一下，稍微轻一点，让它能受热更均匀一点。大概煮个半小时到1小时就可以，不要煮太久了，不然对毛线的伤害比较大。接下来一步就是浸泡上色，我一般习惯是关火之后，就让这个毛线静置在染液里，跟着这个染液一起降温，然后再去泡个1-2个小时，颜色就能慢慢的渗透进去了。如果你觉得颜色浅，其实是可以等毛线凉了之后把它挤干，再重新放到染液里加热复染，重新走一遍这个流程，可能会让颜色更深一点。那最后一步呢，就是固色。首先把染料捞出来之后，还是轻轻挤干，千万不要拧它，不然很容易就缠在一起了。然后在常温的清水里洗一洗，等到那个水变清了，差不多就算是洗干净了。第2步呢，就是要固色了。如果是蛋白质纤维，也就是说小动物的毛，那酸性溶液呢是可以帮助提高这个颜色的稳定性的。还是像之前一样，放进低浓度的白醋或者柠檬水里都行。我个人这一步会比较喜欢用柠檬，因为我觉得除了固色之外，还能让这个毛线的味道更清新一点。然后整个这个过程就常温泡，有个半小时就差不多了。最后一步就是晾干，一定不要暴晒，因为天然色素大多都挺怕紫外线的。最好是放在背阴而且通风的地方。然后织成衣服以后呢，也尽量避免长时间暴晒，比如不穿的时候最好收进柜子里，这样呢可以非常有效的减缓褪色。染线的流程呢大致就是这样。接下来呢，我想说一说天然植物染最大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它颜色的不稳定性。我记得去年在巴塞罗那的那家手染线店，我还和那个老板聊过这个事儿。我就问他店里有各种各样的手染线，为什么没有天然植物染的？尤其在欧洲这种更崇尚自然呀、环保的地方，他就是说，比起那些化学染剂，就是天然植物染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。同一个植物，可能不同的季节、不同的成熟度，都会导致染出来的颜色有差异，就挺难控制的。再有一个就是长期来看，它肯定是更容易褪色的。所以他们虽然也很喜欢，天然植物染出来的效果，但从商品的角度来说，他们还是觉得化学的染剂更稳定。所以如果你也想尝试天然染线，我觉得要做好2个心理准备。第一就是染出来的效果可能跟你期待的不太一样。但这一点我个人是挺能接受的，因为我觉得植物染出来的效果都是那种淡淡的大自然的色调，我觉得都是很好看的。顶多染出来不是你想象中的，但结果都不会难看。不像我之前用那种化学色素，就搞不好真的会染出一坨很丑的东西。第2呢，就是做好褪色的准备，但其实我觉得也不必太焦虑。因为我一直也在做实验，我会把制好的小样放在太阳能照到的地方，然后去观察它褪色的情况。90%的颜色都保持的不错。最长的连续在太阳下面晒了1年多，也就是稍微浅了一点点。
那我先给大家看唯一一件算是真真正正明显褪色的吧，就是这个。它主要是因为是花青素，所以更怕太阳，晒了大半年吧，大概褪色到这个程度。但是像这个衣服平常收在衣柜里就还好，其他的基本上褪色不是太明显。但是基于植物染的这个特性呢，我觉得选款的时候可以稍微的规避一下，比如颜色不要是决定这件衣服好看不好看的决定性因素吧。如果你想象它褪色成灰色、米色，哎，也很好看，那这个款式我觉得是比较 OK 的。再有就是尽量别用来配色，免得当时配的挺好看的，过几年褪色了，然后颜色不搭了。总之对我而言呢，植物染的乐趣肯定是远远大于它的问题的。虽然也翻过车，但大多数还是很成功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这10件作品。我会先介绍我身上这件，然后按照从最近织完到最早织完的顺序介绍。那除了款式和编织的过程，我也会着重分享一些染线的经验和教训吧。那就先从我身上这件开始，大家可以猜一猜它是用什么染的。提示一下，是一种很常见的食物。之前看过我视频的朋友可能知道，我人生织的第一件作品是 Cardigan No.7。其实我的第2件作品就是一件很有设计感的马海毛套衫。但说实话，当时我只是当成美丽小废物去织的，因为我觉得马海毛本身挺保暖的，但视觉上呢又很清透，感觉不是特别实穿。结果没想到那件是我在春秋天还有夏天空调房里很实用、很常穿的一件。它有一定的保暖效果，但又不会特别闷热。所以我就一直想着再织几件马海套衫，于是就有了身上这件。它看着是一个挺简单的 V 领套衫，其实还是有挺多细节的。一个是下摆的这个设计，除了玉刻这儿有银反，它在下摆的这个后片也进行了银反，就产生了这个前短后长有落差的这个结构，还挺有设计感的。如果配连衣裙或者短裤，应该都会很好看。第二呢，就是这个超级落肩的设计，你看这个肩线几乎到我这个胳膊肘这里了。这种落肩的效果呢，是很能提升这个时尚度的。而且很好的一点是，这个马海它足够轻薄，就不会因为落肩而把这个领口扯得很大。那第3就是这个袖子，这算泡泡袖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其实它是不加不减一直往下织的，但是就是要多调一点针。比如我织的最小号要调59针，甚至比1调1还要再多一点。然后配合着马海毛的这种轻盈感，就能让这个袖子蓬起来，还挺巧妙的。然后这件衣服的袖口和底边都是有螺纹和 accord 的2种选择。如果是羊毛的话，我会选螺纹边，会有那种比较利落整齐的感觉。但马海毛这种毛茸茸的，我是比较喜欢 accord 的，我会觉得它更精美一点。所以这件我也是 accord 收的边。另外这个系列还有一个基础款是有一点喇叭袖的长袖，如果带点颜色变化的手染线织应该也会很好看。所以如果你也想织马海套衫，还是很推荐这个系列的。因为它主体是7毫米的针，织起来也很快。OK， 那就说回这个线，我究竟是用什么染的呢？答案就是洋葱皮。其实在我染的这些天然植物里，我感觉洋葱皮是相对比较好显色的一种。而且很神奇的是，你看最终的这个颜色，可能以为我用的是黄洋葱，其实我用的是紫洋葱。
我特意去学了一下，就是这个黄色其实是来自洋葱皮里一个类黄酮色素，而紫洋葱之所以是紫色，是因为它里面多了花青素，但是花青素特别不稳定，在高温下就分解了，那个紫色也就消失了，最后只剩黄色了。总之，不管是什么颜色的洋葱，如果不加媒介的话，最后染出来大概率都会是这种黄色调。只是黄洋葱可能更浅、更米一点，紫洋葱呢会更浓郁，带一点这种金黄色。其实我是一个特别不爱吃洋葱的人，所以这些洋葱皮都是我妈妈帮我收集的。就是每次吃洋葱最外面那层薄薄的皮，把它收集起来，保持干燥就行。具体的用量我有点忘了，大概就是买洋葱的那种网兜，装了满满一兜。马海毛我是一共染了85克，用的是康宝莱一个，就是这个，它是一个55%幼马海30%尼龙的一个线。因为是处理过的一个成品线，它又含尼龙，所以上色效果呢肯定不如那种司马海的白胚效果好。但是目前的这个颜色我也还是挺喜欢的。正好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天然染线的不确定性有多大。这是我剩下的2团线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，我肉眼是能看到非常明显色差的。这个就会更偏金色一点。但问题是这2角线是我在同一锅里同时染的，时间、温度什么什么都一样。后来我想可能就是泡完酸挤干的程度不一样，或者是清洗的程度不一样。总之就是即使条件完全相同，可能那一点点细微的差异都会导致颜色不一样。所以天然植物染真的挺难复刻的，大家一定要一次性染够量。当然马海毛的好处就是要么合骨，要么当配线嘛。像我这件是双骨织的，把它们2个放在一起，颜色上反而能增加一些变化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点就是马海毛，因为它的纤维太长了，你在水里又煮又泡，它非常容易缠在一起。我的经验，一个是加热时间别太长，翻动还有清洗的过程尽量温柔一点。再有就是干透之后，尽快把它绕成团，不要让它一个形状维持太久，不然就会缠得很死。然后绕线的时候速度尽量慢一点，反正是要多一点耐心的。接下来是我最近完成的一件。大家可以猜猜啊，这个淡淡的蓝色是用什么植物染的？那我先来介绍款式吧。它的设计师来自日本，但 Ravelry 上有英文版的图解。这是一件很有设计感的罩衫。镂空啊、系带、喇叭袖，反正元素很多，但我觉得它融合的还是很好的。它是可以正反2面穿的。我感觉正反穿风格会有点不同，但是都挺好看的。然后它的结构是先织这个前片，然后从肩部挑针，通过引反呢建立后片，再连接起来圈织这个正身。然后它的袖子也挺讲究的，它是先用引反构造出肩膀这里的线条。然后呢，每4行剪1次针，让这个袖子很自然的收下来，接着织一组这个镂空花样来呼应正身，最后呢，再通过快速加针实现这个喇叭袖的效果，还是挺有巧思的。我其实不太喜欢特别长的袖子，但这种喇叭袖还是长一点，盖住手背会比较好。它的用线跟我身上这个一样，也是那桶康宝莱的马海，但这件用的是3股。那接下来就来说说这个颜色到底是用什么染的呢？答案就是紫甘蓝。我一共染了140克的马海毛，用了1又3/4颗紫甘蓝。
其实这种蓝紫色调还挺难染的，因为它的颜色来自于花青素，特别不稳定。首先就是酸碱度不稳定，你看着煮出来的这个染液是紫色的，但想要把它体现在线上是非常难的，要在后续过程中始终保持中性环境才行。那简单一点的方法就是通过调节它的酸碱度来改变颜色，让它能保持相对的稳定。pH 在2到5左右，也就是酸性环境下，它会是粉色调，可以加柠檬或者白醋。那当 pH 达到8到10左右，也就是碱性环境下，它会呈现蓝色调。如果这个碱性更高，超过10以上，就会变成绿色。比如我当时是想染蓝色，就加了食用小苏打。如果不用试纸的话，建议就一点一点的去加酸或者加碱，不停的去观察染液的变化。花青素还有第2个不稳定的点，就是它不耐高温，所以它的染液温度呢要比其他的再低一点，要自然冷却到60度左右，再去加酸碱调色。调好色之后放毛线，用最小火去加热，不要超过70度，更不能煮沸。最后还是放回酸性环境去固色。即便你像我一样用碱性染，也可以再加一点点酸，目的是让这个 pH 值稍微回落一点，可以让颜色更稳定，更不容易褪色。再有就是这个花青素非常不耐晒，长期肯定会褪色。然后给大家看看这个小样，我在太阳下面晒了1个多月吧，好像是白了一点点，但也不是特别明显。我选款的时候也考虑了这个问题，这件就算变成灰色或者白色，我都能接受。下一件呢叫 Sarah Top， 大家可以猜一猜是用什么染的。它是 Ravelry 上一个毛线公司的免费图解，是我很早之前就存下来的。然后染了这个线呢，我觉得它正好适合织这个背心。结果我再看图解才发现，它的设计师竟然是大名鼎鼎的 Sarah。我记得他好像之前在视频说过，他以前给各种公司做图解设计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他早期的作品。其实我一直很想尝试它的设计，没想到第一次织就织了这么小众的一件。那这件其实织起来非常简单，就是从下往上片织，也不用挑门襟，两边各留7针边针，就把这个门襟一起织了。正面一上一下，反面全下，然后就一直片织，织出一个正方形，然后2个腋下收针，分出这前后左右4片，再分别2侧减针，形成这个三角形，最后肩部吊带缝合就完成了。然后它的整体版型还有露肤度，我觉得都还挺合适的。用针是4毫米，线是2股大概蕾丝粗细的线吧。我觉得整体还算比较轻薄，所以虽然是羊毛材质，但夏天穿应该也不会太热。然后再着重说一下这个扣子，是我去年在清迈一个手作市集上买的。清迈虽然是一个热带城市，但各种小店卖棉麻线呀、扣子什么的太多，太好逛了。正好呢，我下个月还要再去清迈待一阵子，可能会拍一点探店呀，或者夏季编织的视频。大家有什么想看的呢？也可以告诉我。这个扣子是天然竹子材质的，我觉得跟这件的颜色呀、质感都挺配的。对，然后这件衣服也是一个可以正反两面穿的。扣子在前面更像一个开衫，把扣子放在后面就是一个比较基础款的吊带了。我觉得它夏天可以单穿，然后春秋应该套个外套也可以当内搭的。最后说一下这个线，我用的是 UPW 的英格兰，染料用的是红茶，染出来这种很温柔的米黄色，我还挺喜欢的。
我查了一下，其实和洋葱皮一样，就是茶叶里面显色的部分，其实也是那个黄酮化合物，它是植物里最广泛、相对最稳定的一种化学结构，这也是植物染最容易染出这种黄调颜色的原因。那下一个项目呢，是我第一次尝试用植物染渐变色。我先给大家看看这个鱼线吧，可以看出其中有3种颜色，分别是这个粉色、黄色，还有一个浅一点的米色。所以呢，我一共用了3种植物，大家可以猜猜看。然后我织的成品呢是一顶帽子，原图解的名字我放在这里。但说实话，我没买图解，就是大概看了一眼，知道怎么织，就自己随便发挥了一下。因为我一直想要一个带护耳的帽子，我感觉冬天戴会又可爱又实用这款就特别合适。我用的是一股这个100克200米的手染线，混了一股100克380多米的意大利蝴蝶线，那个线我在上一期24小时编织挑战有说过。然后这个帽子是7毫米的针织的，特别快，我记得也就2-3个晚上吧就织完了。它大概就是从这个耳朵尖开始往上织，通过夹针把这个2个耳朵织完，然后起针把它们连上，就一直圈织。织够长度之后就剪针收针。这个边呢要用钩针整个收一遍，但我完全不会钩针，所以钩的好丑。幸好是这个混色的线，也看不太出来。然后最后耳朵尖这里穿几股线，编一个麻花辫就完成了。这个帽子本身其实是很好看的，但我会觉得稍微有一点挑人，因为它整个是贴在脑袋上的，没有太多修饰的效果，就是很考验头型好不好看。OK， 那最后来说一下这个线，我用的是乐边的一个100%防缩美丽诺的白胚，然后我本着科研的精神，煮了3种植物的染液，然后把这个线胚分成3段，分别浸泡在这3个染液里，就形成了这种渐变的效果。那分别是哪3种呢？这个深黄的是红茶，发米色的浅一点的是荔枝皮，然后这个粉色调呢是牛油果。最后出来这个渐变的效果我还挺满意的，只能说大自然里的颜色真的都很和谐。然后这个线我好像还剩了50多克，我打算再研究一下，看看织点别的。另外就是这种没处理过的白胚，在吸色呀还有显色方面明显会比成品线好得多。当然那种成品的线优势就是性价比高，像我那桶白色英格兰几乎一整桶都用来染线了，随便试也不心疼。但是白胚肯定染色效果更好，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。接下来是一个360度全方位无死角大翻车的项目，就是线染的失败，成品也织得很失败。我就不卖关子了，这件我是用葡萄皮染的，我记得是去年秋冬吧，就是天天吃葡萄的那个季节，我有一天就突发奇想说，用葡萄皮染个色吧，但我当时太着急了，也没查，完全忽略了花青素的那个不稳定性，所以煮出来的那个染液是紫色的，但是根本没法染到线上。我当时温度高了，酸性的环境也不够，染出来就变成了这种银灰色。仔细看它还残存着一点紫色调。正确的方法应该参照前面说过的那个紫甘蓝，要去调节它的酸碱度，然后温度和固色也要特别的注意。但就像我刚才介绍过，这个是它的那个小样，是日照下褪色最严重的，
大概半年吧就变成这样了，所以我估计这件衣服未来也会是褪色比较严重的。其实这个线材本身还是不错的，是我在闲鱼上买的一个白胚，75%防缩美利诺和25%尼龙，是有一点点弹性的。就想着说，随便织个什么镂空小罩衫吧。我就在 Ravelry 上找了一个免费的图解。样衣上这个亮片的线，我个人不是很喜欢，但是这个花样我觉得还是很好看的，我就没多想就开织了。结果就迎来了下一个翻车的点。这件衣服的用量我记得要570米，但我只有100克400米。然后那段时间我工作特别忙，到晚上脑子也不太好用，我就很单纯的想着，那我就正身织短一点嘛，因为我还挺喜欢短款的。结果这偏偏是个从下往上织的项目，用线量上特别不好控制，我老是怕不够了，就草草把正身收了。结果不仅正身太短了，这2个袖子织的也半长不短的。其实现在回想起来真挺笨的，我完全可以保留这个图案，然后改织成一个吊带。然后到现在为止呢，这件一次都没有穿过。我就一直想拆掉它，但是又提不起劲儿。正好我不是下个月要去清迈嘛，我就决定把它带上，然后抢救一下。我就想看看在那种非常穿衣自由的地方，它能不能穿。如果还能穿呢，我就留着或者稍微改造一下。如果在清迈都穿不出门，那我就当场拆掉它，用这个线没准还能织个别的。总之呢，花青素真的还是挺难染的一个色素。如果大家想尝试的话呢，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。接下来这2件呢，在我的2025年中视频里都介绍过了，都是我用牛油果皮染的线。具体的款式我就不多说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那期视频。那这一期呢，我主要介绍一下染线这部分吧。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吃牛油果的人，我就想着那就做一个小小的实验吧，就是同一个植物，不同的线材、颜色、体现有什么不同？那其中这一件呢，用的是50克真丝马海的白胚，用了3个牛油果的皮，很温柔、很漂亮的粉色。而这件呢，用的还是 UPW 的那个白色羊毛线，大概是115克。牛油果皮我也翻倍了，用了6个。总体来说，牛油果的显色能力也比较强，像这个丝麻海可以染出那种带着光泽的粉。这件羊毛呢，相对淡一点，但一个是我用的成品线，肯定不如白胚好哈。再有就是我织的时候加了一股白色马海，也就相对削弱了它的粉色。所以如果是羊毛白胚的话，应该会比我这个再粉一点。哦，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，就是果皮上沾的那个牛油果的果肉，尽量把它洗干净一点，不然煮出来那个染液会有点油油的，我总感觉它会有点影响颜色的吸收。OK， 最后还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褪色的情况。这2个小样也是一直在太阳下晒了半年，其中这个马海毛的粉色褪得更明显一点，明显是发黄了。但这个衣服我冬天好像就穿过2、3次吧，其余的时间就放在衣柜里，颜色上基本上没什么变化。羊毛的这个抱歉啊，小样太小了，因为当时一点鱼线都没有了。羊毛这个变化不大，仔细看好像稍稍浅了一点点。但这件衣服我穿的更多一点，我也不确定是不是衣服也跟着一起褪色了。但目前看整体颜色还 OK。牛油果皮我感觉也是相对新手友好的一种材料吧，大家也可以试一试。接下来这件呢，在2025年的年终视频里也跟大家介绍过，款式是很多人都织过的 Sweater No. 18。
然后这个线是2股合股织的，一个是 UPW 的云雨，色号我写在这儿，它是一个比较暖的奶茶色。另一股呢还是刚才说的 UPW 的英格兰白色线，我用咖啡渣呢把它染成了米黄色。这2个颜色搭在一起还挺和谐的，而且会产生一点点细微的颜色变化。另外这个云雨特别软，正好英格兰可以给它增加一点骨性，所以这个配线我还是挺满意的。然后说一下这个咖啡染的线，在这个衣服上好像看不太出来，我拿鱼线给大家看吧，染出来大概就是这个颜色，就是前面我说到的植物最容易染出的颜色。然后这是之前说的用红茶染的，可以看到颜色非常接近，这个咖啡更黄一点，然后红茶带一点红调。我家是那种全自动咖啡机，就是把豆子倒进去，它自动打磨，然后出渣的那种。我就每天把那个咖啡渣倒出来，铺平，放在通风的地方晾干，然后攒够量以后，我去拿它煮的染液。然后咖啡渣有一点要注意，一定要多滤几遍，滤网滤不干净就用纱布之类的。因为它的颗粒太小了，如果滤不干净就会粘在那个线上。我记得染液我滤了2、3次，染完的线我又反复洗了好多次，当时水很轻，结果绕线的时候那个速度一快，咖啡渣满天飞，然后在我那个伞撑下面就直接飞出一个圆，跟那个孙悟空给唐僧画的圈似的。总之就是我觉得咖啡还有红茶都是相对比较容易得到的材料，然后它也没有太高的对温度啊、酸碱度的一个要求，染出来也都是这种比较基础的米色呀、黄色，织各种基础款都会很好看的。所以如果是初次尝试植物染的朋友，我个人是比较推荐用红茶或者咖啡的。OK， 那接下来就是最后2件，我用了一种很常见的绿色蔬菜，大家可以猜猜看是什么。这个线呢，我先是织了一件无袖 T， 它原版的图解是那种超短款露肚脐的，我感觉不太实穿，就织成了正常的长度，然后在正身这里呢逐渐收针，形成了一个收腰的效果，最终的版型上身还是挺满意的。正好天气越来越热了，关于羊毛织夏季款，我想多说几句。首先，我觉得肯定会热，比那些棉、麻或者丝线都热。但是我的情况呢是，开车通勤、上班、回家，基本上都是一个空调的环境，所以羊毛短袖其实反而挺实穿的。至少这件在去年夏天比我想象的穿的多了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植物染除了怕阳光，其实还比较怕水洗。像这件我夏天穿的多，洗的相对就会更多，就会觉得它的颜色有稍稍变浅。如果比较介意的话，植物染最好还是织冬季款，因为肯定相对洗的会少一点嘛。那织完这件，我还剩了一点余线，我就又织了一副手套，是 Ravelry 上的一个免费图解，花样很好看，然后这个漏纸也很实用，冬天又保暖，也不耽误玩手机，而且我记得3、4天吧就能织完，还挺适合当成个小礼物送人的。哦，对，这个线胚我用的还是那桶 UPW 的白色英格兰，正好给大家看看那桶线还剩多少吧，就这么多了。除了织了一件蓝白的条纹套衫，其他的全都用来染线了。那这个绿色到底是用什么蔬菜染的呢？就是 spinach， 菠菜。
我是一共染了180克的线，第一次用了700克菠菜，但染完之后我觉得颜色有点浅。第二天我又买了350克的菠菜，复染了一次，最后染出了相对比较满意的绿色。后来我看到有人说，菠菜呀，还有火龙果这类，其实可以不要放进锅里去煮，而是用那种研磨机把它打碎，变成很浓郁的果蔬汁，说这样可能更好上色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，但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。有时间的话，我准备再试一试。那以上就是这一期关于植物染的内容啦，非常感谢你看到这里。我其实还是有挺多想染的植物的，也有一些计划了。希望未来有机会做第2期分享。如果你染出了什么好看的颜色，或者有什么推荐染色的植物，也欢迎告诉我。那这一期就到这里啦，依旧祝你织得开心，过得幸福。